我在登机了。啊？我真没事儿了，你回来了，叔叔怎么办呀？今天出院了，家里有护工在，放心。准备起飞了，落地跟你说。还是比你抢先一步。姐姐，我给你寄的快递现在在派送了，你记得签收一下哦。你给我寄了什么呀？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来了。你的快递。啊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嗯？你是不是寄错快递啦？没，姐姐，你开机看看草稿箱吧。草稿箱？这又是什么事情了吧？怎么了，皮皮？想吃罐头啦？来，皮皮，来，姐姐给你拆个猫条吃吧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好吃吗？皮皮，来，我给你挤这儿啊，慢慢吃。姐姐，你看到了吧？对不起，是我在外婆家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，擅自偷看，改变了草稿箱里的故事，却因为胆小不敢承认，在你陷入抄袭纠纷的时候撒谎，隐瞒了事实。这次在杭市看到你还在费心追究这件事情，看到你因为我和我哥的关系而感到困扰，我想，我要是再不坦白，就得永远插进下去了。姐姐，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，讨厌我也没关系，但我哥在事发第3天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第一时间赶回国，原本是打算跟你说明真相的，只是看你装作不认识他，他就迟迟没有开口。所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原谅他，他是真的很喜欢你。郑老师拿给我们班的那篇考场范文，是你写的吧？什么考场范文啊？你爸爸问我，为什么老在106弹琴，我没敢说，是因为从那间琴房的窗户望出去，刚好能看见你。你的座位换到了窗边，为了在走廊发站看你。我迟到了。往这站好。
许怀松，你怎么还学会迟到了呢？先罚站啊！每一次靠近你，谁虚谋，谁故意？你还来操场上体育课吗？我已经跑了5圈了。冉玉，冉玉。还有，道明寺了不起啊！我喜欢的是花泽类。花泽类应该不吃炸鸡。你说喜欢雨后初晴的天气，要校庆的时候弹 After the Rain 吧。你们班那个揪你辫子的男生问我要英语作业，我没给他抄。我买了把新的抽屉锁，密码是你的班级加学号。艺术馆楼下那只猫一直在叫，我喂它吃了猫条，真听话。可其实我不喜欢猫，我喜欢你。我要出国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至少记得一下我？那牵一次你的手吧。支付密码309017。你今天上了楼顶，你不是恐高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恐高啊？等见面就告诉你。写诗人如果没有拿到这些细节稿，不可能跟我照本成那样。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，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，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，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，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，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。你不会觉得这些炸鸡、可乐很幼稚吗？你不觉得这很不符合一个小说男主的形象？你分到我们班的同学录没有给我的，他们回收的时候，我自己加了一张进去。运气好的话，你会看到吧？冉玉，哎，你是来分同学录吗？对，我帮你分吧。好啊，谢谢你了。谢谢。
掌心的感情线，多想拥有另一道交叠的思念，总有个理由，是你不知道的心愿。如果可以续写暂停的从前，愿你在五光十色的明天里踌躇去远。就算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全凭你偏爱，冷酷或温柔。错过一次，我能否听到你说，其实你很念旧？无论最初或到最后，只想牵我的手。数过双手，真的好久不见。说着我们才追上两人的时间，是期待太久，一语想的浮现，翻阅着蜿蜒，寻找通向圆满的情节。错过一次已足够，趁来得及还可以回头。做怎样一个我，全凭你偏爱，冷酷或温柔。错过一次，你能否牵紧等待的手，让我穿越人山人海的时候，确认我拥有。这个时间早就落地了吧？怎么还不回消息？还是说，他知道我已经拿到了手机，担心我又怪他瞒我？怎么，不该怪吗？是我。许怀松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，用最真实、最坦诚的样子，重新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是毕业于苏轼一中高3 9班的阮玉。曾经很喜欢你，现在……等等，这话应该我先说。
是毕业于苏轼一中高3史班的徐怀松，曾经非常喜欢你，现在比曾经更喜欢你。这首还握不握了？不握的话，抱一下吧。每一次靠近你，谁虚谋，谁故意，怕被你看穿，又担心你不懂心思的隐秘，谁自不答应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这正巡逻呢，完了看你们这个，这跟拍电影似的，看进去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那个我马上走，马上走啊。我们是在对电影剧本呢，刚刚对完上一幕，我们现在进去抠一下细节。想要抠什么细节啊？是有个想不通的细节要抠。我很好奇，在他重见天日之前，到底是怎么安然度过这么多年的？我当年离开的时候，把电池拆下来了，把手机和电池放进了密封箱里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问一下手机厂家，他们是怎么制造出来这个奇迹的。那你这样半天不饿吗？飞机上吃过了。飞机上吃过。那太可惜喽。我准备的夜宵，你不吃啦？坐吧，我突然又饿了。干杯！干杯！来入口喽。那个真的不错。小时候那么多顿炸鸡没白吃。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当年一开始，你是怎么注意到我的？老板，银河帝国第3期到了没？哎呦，姑娘，你来晚了啊！就一本刚被借走。
就里边那个帅哥借的。看校服，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吧？哦，要不你跟他商量商量？不过他好像在睡觉。还是算了吧，等他看完了以后我再看。也行。天气这么好的周末午后，能看着自己喜欢的漫画书睡觉，太舒服了。人生嘛，就该反复活在这些美好的瞬间里。你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儿，我们班每个同学都认识你。就这么简单？就没点言情小说里那种浪漫的邂逅？那没有的话，就不能当你的男主了。能，让你当，那你当够。都当了几十张的男主了，不当也罢。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升级一下身份了？皮皮，你怎么这么顽皮啊？你不知道姐姐正在说很重要的事情吗？我们一起听啊。一起听。怎么了？闻什么呢？啊？闻什么？闻我们身上的油烟气呗。我身上也有油烟气，是在你这儿染的，是不是要负责呀？怎么负责？请我洗个澡。洗澡啊？刚还在升级身份，这么快吗？你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呀？洗完澡以后你穿什么呢？我带了。楼下车里。你今晚是要留宿吗？想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留宿的话，我就把客房给你整理出来。不用，我留，但不宿。时差还没倒过来呢，一会儿我在客厅里工作，陪着你。这样应该不会做噩梦了吧？一会儿我下楼拿，你先收拾，早点休息。去吧。晚安。晚安。男朋友。男朋友。男朋友。我那晚安是不是说早了？睡前真的不再做点什么了吗？许怀颂今晚在我家。你俩终于撕下伪装，准备坦诚相见了。我现在在卧室的床上躺着。特乐啊，是辗转反侧，紧张的哦。他现在在客厅，做准备工作啊。是忙于工作。两情相悦，
还孤男寡女，还共处一室，还忙于工作，他该不会什么呀？是不行吧？怎么突然就回国了？有急事吗？回来当男朋友，算急事儿吗？正式的那种吗？不然呢？没有试用期。又不是应聘，有什么试用期啊？哦，好吧，那你现在是在他家工作。你这个男朋友不但正式，还正得发邪呀！太正了吗？太正了，实在是太正了，可以说是正的发邪了。给他颁奖吧。那他这么正，只能我歪一下了。任玉，怎么啦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刷视频啊？我有点睡不着，我有点无聊。那我进来了。嗯。我想着让你能早点休息。我一个人在客厅无聊，你怎么还无聊上了？你有点无聊啊？那要不我陪你聊聊天？我说我陪你聊聊天，你笑什么？有吗？我在笑吗？你笑了，你笑什么呢？我在笑我被我女朋友套路进房间的事情。不是你问的吗？你不想问，你烦死了！你出去吧。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好了好了啊，是我想来的。先出来嘛，别闷在被子里，睡不好的呀啊！你干嘛？我300多条短信，那么多套路，都被你看到了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那是一报还一报。谁让你当时那么美滋滋看我的小说，你还让我念。哦，我让你念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要睡了。说清楚才是。
那我郑重跟你说明啊，我小说里第23章那些内容，那纯粹就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虚构的。我本人当年从来绝对没有做过那些。哦，那些。不过写的还不错。真的吗？恋爱谈过半次，吻戏写的倒是挺逼真啊。那当然了，我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。你干嘛？想喂你吃猪肉。窗台的花绽放开，思念也席卷而来，散不开。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，漫步于人海，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，再过的情怀，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，一切你来，喜就变轻快。直到妈他怎么一脸淡定的？寻梦已久的爱，也知道为你而存在，从细针变成爱，就现在，别再。看表情，你是看不出来的。你要听，它真的比烟花炸得还猛。哎，走错了？说什么呢？不小许在这儿吗？怎么可能走错呢？阮老师、曲老师，请进，请进。哦，我来拿拖鞋。啊，我是粉色那双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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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包的包子，我煮了粥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怎么？你宁愿相信走错了，也不相信女儿真谈恋爱了？不是，这不谈则已，谈也太快了。你别这么急着下结论，看看什么情况再说。啊，拿钱，拿钱，拿钱！哎，小许啊，哎，阿玉呢？他还没醒。还没醒啊？这平时也不是爱睡懒觉的人，怎么到现在还没起啊？要不你去叫叫他？好。我去也不太方便，
要不还是曲老师您去吧。对对对，好，我去叫。我亲闺女嘛。来来来来。您来。这这么香啊！阿玉啊，怎么事了？几点了？我是你妈。妈。嗯。妈。妈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，爸爸？怎么，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？没有啊。嗯。赶紧的啊，快点起来洗漱，下去吃早饭。你爸也来，快来，快点啊！我爸。小雪啊，哎，你这是刚从国外回来啊？对，昨天晚上刚回来的，时差还没到，就工作了一晚上。年轻人忙点好。对对对，好好。那你这次回来是那边的事儿都忙完了？还没，有几个案子还没收尾，过段时间还得再过去。不过，我已经没有再接新的案子了。小徐啊，那你的打算是？打算回国发展了。好，好。玉玉呢？还没弄完。阿玉，蹭蹭干嘛呢？快出来吃早饭了。来了吗？快点过来吃早饭。来，你看，你爸给你包的包子，一大早忙到现在，有菜包子，还有肉包子，是不是？都是我爱吃的，谢谢爸。还有小许给你煮的粥。爸妈，你们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？哎呀，这不是怕你睡不好吗？上次在家的时候，你看你这眼睛下面黑眼圈，大的跟小熊猫似的，是不是？行，现在啊也是不用担心你了啊。谢谢。哎，小雪，哎，你知不知道周俊那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啊？警方目前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，具体的还得等会见过后才能知道。我也想着一会儿去趟律所，再了解一下情况。好。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吃个大包的包子。吃吃吃。来，用这。小许啊，那你的打算是？打算回国发展了。你等等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刷牙的时候，听到你跟我爸妈说的话。其实这件事儿，本来我打算过2天告诉你的，但是我看老师他们好像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就提前表了个态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说表态就表态了呀？你在那边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事业，还有你积累的人脉资源，这些都没你重要啊。可我还是希望是我们2个人共同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这2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儿，
本来打算见面跟你说的。你看啊，我的工作性质呢，对地域限制会比较少，用不着1年365天都待在国内。也许以后我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国外旅居，你也不用彻底放弃那边的事业，可以同时开拓国内国外2块业务。这样你每年也会有一部分的时间可以待在国内。你看，这个方法是不是会比较两全？你说的没错。不过你想不想听听我的两全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入外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对我来说，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家。我的根在中国，亲人也在中国，现在还有你，也在这里等我，所以我必须要回来。那叔叔呢？叔叔一个人在国外怎么办？其实爸爸生病之前，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要改国籍的事。以前我以为他会有一些别的规划，后来他生病之后，我整理了他的工作资料，才发现他其实一直有做国内的投资。这次他进抢救室之前，手里还攥着全家福。我想爸爸可能后悔了。不过他现在身体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，接他回国的事得缓缓。其实我很高兴，你愿意为了我考虑这件事情。但是这些年，我积累的最重要的，不是换个地方就没用的人脉和资源，而是能力。我有能力能在国外做好一名律师，在国内，我也一样可以。过去的10年虽然很长，但是跟往后的几十年比起来，不也不值得一提吗？安全带，出发。这次真找了一个律师男朋友，你该放心点了吧？他这个行业啊，看着人际关系简单，接触人员少，不太出门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这网上这些舆论多吓人呐！我们学文学的，心思细，很多话呀，特别容易走心。我想着吧，找个律师，随时都能帮上忙。这才呀，给他介绍一圈律师。你想，现在我们2个还在，他出了什么事儿还能陪陪他。这要是以后我们俩走了，他这一个人，我怎么放得下心啊？今天看到小许在，是吧？他也有打算回国工作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别说那不吉利的，你看你现在这身体，1天3顿，顿顿2大碗米饭，能吃能睡的，别想这没影的事儿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跟你们这些理工男真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我这身体好，是不是？我这叫未雨绸缪。也可能是杞人忧天。哎，好成语不是用在这种时候的。你现在最好是把我这个包子给我热一热。刚才光顾着看他们，我都饿着没好好吃的呢。我给你重新包。重新包，你女儿这屋里有面粉吗？重新包。我眼花了吗？我是不是该去看眼科了？不，如果要去的话，我更推荐脑科，看看反应迟钝能开点什么药调理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会是我们公司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吧？喏，你可以问问保洁阿姨。如果阿姨还不知道的话，你就是倒数第2个。哟，这么早啊？正式工就是不一样，一上岗就光明正大的，不像我这临时工只能地下恋。看什么的？
被你们的幸福刺到眼了。对了，周俊的案子怎么样了？还在正常推进。周俊的父母已经来过律所了。本来人家是想委托你来接这个案子的，但是你的情况，我跟他们父母说了，然后他们就同意委托张姐来接了。嗯，张姐呢？许怀松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是智坤律所的张玲律师，你的家属委托我作为你因涉嫌故意杀人罪、绑架罪一案的辩护人，你对此有无意见？我有意见，我只要许怀松。我说了，我只要许怀松，只有他能救我。我跟你说过这个事情的呀，许怀松。许律没有国内律师资格证，他既不能为你辩护，也不能为你上庭。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排斥我，你只能选择相信我。好。关于本案的案情，你跟警方如何陈述的，请向我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。我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会不会涉及到隐私什么的？你认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，也许你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，你就在这旁听吧。好。这是我跟周俊谈完之后梳理出来的资料，你们看一下。根据周俊的说法是，被害人遇害时，他本人并不在现场。案发当天是被害人开的车，案发前40分钟左右，周俊坐在副驾驶，与被害人起了冲突。冲突原因呢？周俊说，被害人进入环视工作之后，经常加班应酬，两人相处时间越来越少，而且被害人跟他在一起经常心不在焉，所以他一度怀疑被害人出轨。两个人不止一次为这事儿吵过。你遇到过他们俩吵架吗？有，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，就是怀松飞美国那天。你注意安全啊！我们先走了。嗯，再见，拜拜。你怎么还生怒气了？除了那次还有吗？还有几次都是在环视的楼下，而且姚鑫对周俊的态度确实是一直比较冷淡的。具体的时间我查一下手机上的打车记录，一会儿截图发给你。好。关于怀疑被害人出轨一事，周俊有没有确切的证据？没有。周俊说，案发当天就是想看被害人手机，确认他有没有出轨，却被被害人制止了，两人吵了起来，发生了肢体冲突。周俊被被害人抓伤了手臂。现在警方锁定周俊的一件关键的证据就是，被害人指甲里残留的皮肉，跟周俊的 DNA 一致。但周俊的说法是，肢体冲突之后他就下车了，被害人独自开车离开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山路上徘徊了一段时间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手机又没电了，他就步行走到了老师家，再之后就是跟老师一起吃饭，收到了被害人遇害的消息。那目前这个案子没有出现第二嫌疑人吗？暂时没有，那条山路上是没有监控的，被害人车辆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，车内包括凶器羊角锤上也没有发现周俊和被害人以外的生物痕迹。至于案发现场，因为那天刚巧下了一场大雨，痕迹遭到破坏，取证也比较困难，警方在进一步的侦查。有话就直说。许律，
这个案子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。我知道你没有国内的律师资格证，但是知昆律所的一些疑难案子，你有时候也会参加。周俊这个案子，要不要一起？张姐啊，许律对刑事案件也不是很了解，我看这次就算了吧。刚才许律问的那几个问题都问到点子上了，一看就很专业啊，不像不熟悉的呀。这样，周俊这个案子你们正常推进，至于我本人进不进来，我们再议。我还以为你会劝我，或者是问问我不接刑事案件的原因呢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秘密嘛。你不想接刑事案件，肯定有你不想接的理由。你不想说原因，也肯定有你不想说的理由。但只要你想说，我一直都在。刚在楼上开会来着，等的时间长了吗？刚到，特意给你打包了好吃的。明英吗？这么好，抱一下。怎么了？小海松跟阮玉在后面。别回头。